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如果成吉思汗统一了世界，未来世界会如何发展？被隐藏的第7次文明。假如蒙古帝国真的统一世界，人类会进入黄金时代吗？答案可能恰恰相反，因为真正毁灭文明的从来不是战争，而是和平。1227年，蒙古高原的风像刀一样切开草地，天空低的就像伸手就能碰到。西夏边境六盘山下，一个已经濒死的老人正躺在黑色狼皮帐篷里，他的胸口起伏越来越慢，外面数万骑兵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已经足够让整个欧亚大陆颤抖——成吉思汗。但历史从来没有记载过的是，在他死前最后一个夜晚，帐篷里曾经出现过一个陌生人，一个没人知道从哪里来的萨满。他戴着覆盖半张脸的青铜面具，身上披着像星空一样的黑袍，没有人看见他是如何进入军营的，甚至守卫都说那晚根本没有人经过。而那个老人却只说了一句话：长生天终于回答我了吗？萨满没有回答，只是将一卷发黄的兽皮地图铺开。地图并不是草原地形，而是某种奇怪的星图。星图中央刻着一句古老蒙古语：当万国归于一气，人类将停止流血，但天空的敌人会苏醒。那一夜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第二天成吉思汗并没有像历史中那样死亡，而是突然宣布撤军，并秘密召集了他的儿子窝阔台、拖雷、察合台与术赤留下的亲信，在军帐里连续商议了3天3夜。而第4天，蒙古帝国历史上最诡异的命令诞生了：不要只征服土地，要征服道路。很多将领无法理解，因为蒙古骑兵已经横扫中亚，他们认为继续向西推进，迟早会踏平欧洲。但成吉思汗却开始做另一件事情，他命令所有征服地区停止大规模屠杀，转而建立一个覆盖欧亚的超级驿站系统，每隔30里建驿站、补给点、马匹换乘区与情报站，甚至规定无论商人、学者、僧侣还是战俘，只要服从蒙古法，都允许跨区域通行。这套制度后来被称作苍狼之路，历史里只被轻描淡写记录为蒙古驿站。但没人意识到，这其实是世界历史上第一张真正意义的全球网络。而故事真正开始于1238年，当蒙古铁骑进入东欧时，一支奇怪的小队在基辅附近发现了一座被冰雪掩埋的修道院。修道院地下藏着一本无法解释的书，那是一本写着拉丁文与未知文字混杂的古籍，里面竟然画着一种巨大的金属飞船、齿轮、机器，甚至类似电路的图案。而最恐怖的是，书中第1页有一幅画，画中的世界地图几乎与现代地图相同，而整片大陆上只有一个名字 Mongol Terra， 意思是蒙古世界。负责翻译的波斯学者阿里伊本认为这只是疯子的幻想，但蒙古将领哲别后人巴图却注意到一件事，那本书里有一页记录着一句奇怪的话：东方草原之王将连接世界，但他死后世界将因统一而沉睡。巴图立刻将书送往哈拉和林，而那时已经成为大汗的窝阔台却做出一个让所有贵族震惊的决定，他不烧毁这本书，而是建立一个秘密机构，专门搜集全世界的知识。于是在蒙古帝国最强盛的时代，一场隐藏在战争背后的计划开始了。他们从波斯带来数学家，从东方北方带来火药工匠，从阿拉伯带来天文学家，从欧洲抓来炼金术士，从印度找来医生，甚至允许基督徒、佛教徒、伊斯兰学者一起工作。这个组织后来被秘密称作蓝天议会。历史上的蒙古之所以无法长久统治，很大原因是帝国过大与内部争权。但在这个世界线里，一切开始改变，因为窝阔台接受了成吉思汗留下的一句话：真正的帝国不是领土，而是秩序。于是1245年，一个史无前例的制度被推出，统一货币、统一道路、统一度量衡、统一法律，而最关键的是统一语言。蒙古高层发现仅靠蒙古语根本无法统治世界，于是他们创造出一种混合语言，它吸收汉字逻辑、阿拉伯数字、波斯语法与蒙古发音，被称作天语，成为后世全球共同语言。1257年，历史中的黑死病原本即将摧毁欧洲，但因为蒙古建立的医学共享制度、来自东方的草药、阿拉伯消毒法与印度外科技术提前传播，瘟疫被压制。欧洲人口没有崩塌，反而提前进入工业萌芽阶段。
到了1271年，本该建立元朝的忽必烈没有只选择东方，而是宣布建立天下汗国，首都设在今天新疆附近，因为那里距离欧亚大陆中心最近。他认为未来统治世界需要一个真正位于中间的城市，于是一座巨大的机械都市拔地而起，它叫永天城。那里有世界最大的图书馆、星象塔、地下水系统与蒸汽试验场。而在城中心始终封锁着成吉思汗留下的秘密帐篷，没人知道里面藏着什么。1299年，一位年轻学者阿鲁温进入蓝天议会。他出身蒙古与波斯混血家庭，是整个帝国最聪明的天文学家之一。在一次翻阅古档案时，他无意中发现一本被锁起来的苍狼秘录，那里面记录着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成吉思汗晚年曾秘密组织一支探险队前往阿尔泰山深处，他们发现了一种刻在岩壁上的古老图腾。那些图腾并不像人类文明，而像某种巨大头颅、细长肢体的生物。壁画上写着一句无法解释的话：天空曾经降临，他们会回来，当人类成为一个国家时。阿鲁温最初认为只是神话，直到1314年的某个夜晚，他在永天城天文塔观察星空时，发现某颗被古蒙古星图记录为苍狼之眼的星辰竟然移动了位置，而且速度远超正常天体运行轨迹。而更恐怖的是，这个变化与成吉思汗星图上的预言完全吻合。远在西方海岸，蒙古舰队已经横跨大西洋，他们发现了一个没有被欧洲记载过的新大陆，而那里的人竟然口耳相传着一个奇怪传说：几千年前有来自天空的骑士降临，他们教会祖先如何排列石头、观测太阳，然后离开，并留下一个警告：当地上的国家只剩一个时，门会重新打开。阿鲁温开始怀疑，蒙古统一世界也许从来不是历史偶然，而是某种更古老计划的一部分。而就在1320年的冬夜，永天城地下封存100年的成吉思汗帐篷突然自己燃起蓝色火焰。守卫冲进去时，发现里面空无一人，只剩下一张从未出现过的新地图。地图边缘写着一行鲜血般的蒙古文：他们已经看见我们了。1320年的冬夜之后，整个永天城陷入一种无法解释的恐慌，因为成吉思汗密封近100年的王帐从来没人敢进入，即使是历代大汗也只能在门外祭拜。而如今帐篷竟像被某种无形力量从内部点燃，火焰呈现诡异的蓝白色，没有烟，没有焦味，反而像冰一样散发寒气。更令人恐惧的是，驻守王帐的12名窃血军在事后全部出现同样症状，他们开始梦见同一片天空，一片没有太阳却布满巨大圆环的黑色天空。草原被某种银白色植物覆盖，远方站着一群骑马的人影，可那些人却没有脸，头部像被长长兜帽包裹，手里举着发光长矛，而每个人都在重复一句蒙古语：风会回来，长生天不是神，是门。负责调查的阿鲁温最初认为这是集体中毒，但事情很快失控，因为连蓝天议会最冷静的学者也开始做同样的梦，而且每个人醒来后都能准确画出同一幅从未见过的星图。最恐怖的是，当他们把这些图拼凑在一起时，竟发现那不是天空，而是一种巨大的结构图。它像一个横跨星空的圆形机械装置，中心写着古老突厥语翻译后的词：苍穹之门。与此同时，世界开始发生变化。由于蒙古帝国已经统一欧亚，美洲沿海与北非，战争几乎消失，贸易达到史无前例繁荣，人类文明像被按下加速键一样飞奔。1325年，永天城的工程师利用东方火药与阿拉伯气压学制造出第一批蒸汽动力车。1360年，世界第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铁轨出现，连接今日巴黎、撒马尔罕与长安。而海洋上漂浮着拥有金属装甲的巨型舰队，所有港口统一使用天语和蒙古法，人类历史第一次真正成为一个整体。可也正因为如此，一种奇怪现象开始出现，创新停止了。蓝天议会发现，战争虽然可怕，却会推动技术，而统一后的世界逐渐失去竞争，人类开始陷入稳定甚至停滞，社会进入一种长久和平病，年轻人不再冒险，军队沦为仪式，大部分国家只服从中央议会，人类就像成为一座庞大机器里的零件。直到1377年，一个来自冰岛西海岸的渔夫说自己在暴风雪里看见天空裂开一道巨缝，一艘巨大的黑色物体悬浮海面，它不像船，而像某种覆盖符文的山脉。第二天，
整个村庄消失，只留下一个深达100米的圆坑。而同一时间，蒙古帝国边境观测塔发现苍狼之眼星辰再次移动，它的位置正逐渐靠近地球。阿鲁文意识到预言正在启动，于是他翻遍成吉思汗遗留卷轴，终于发现一个被烧毁一半的秘密记录，里面写着1226年，成吉思汗在阿尔泰山追击西夏余部时，一场暴风雪让军队迷路，他们误入一处从未在地图出现过的峡谷，峡谷深处矗立着13根巨大黑石柱，每根高近100米，上面刻着类似蒙古文字却更古老的符号，而中央竟停放着一艘无法理解的金属巨物，它像倒置的山峰，没有入口，也没有接缝。但当成吉思汗靠近时，黑石柱突然亮起，一道声音直接出现在所有人脑海里。第7次观察开始，文明成熟度低级，统一概率72%。没人懂那是什么意思，可萨满却突然跪下说：“长生天显灵。”那一夜，成吉思汗独自在石柱中待了3个时辰，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只知道出来后，他命令封锁消息，并开始改变征服策略，不再只掠夺，而是连接世界。他就像知道某件事，世界必须先统一，否则某种灾难会提前降临。1402年，阿鲁温已经年迈，却在一次天文实验中发现一个惊人的数字：苍狼之眼并不是星星，而是某种移动物体，而且它的速度像在故意减缓，就像正在等待什么。更诡异的是，蓝天议会破译黑石柱文字后，得到一句完整信息：当世界只剩一个王座，试炼开始。终于在1410年春天，天空真的裂开了，一颗巨大的像第2个月亮的黑色物体缓缓出现在地球轨道，没有攻击，没有声音，只向全球所有人发出一句被自动翻译成各国语言的话：第7文明测试开始，请出示统一证明。而永天城最高塔楼上，阿鲁温颤抖着打开成吉思汗最后一封遗书，纸上只有短短1句话：如果他们回来，别告诉人类真相，因为真正毁灭世界的从来不是天空，而是人心。1410年的春分之夜，那颗被称为苍狼之眼的黑色巨型天体悬浮在永天城的正上方，静止得如同一块嵌在天幕上的黑色墓碑。它太庞大，以至于遮蔽了几乎1/3的星空，其巨大的质量甚至在大气层内引发了诡异的微重力潮汐。永天城中心广场上喷泉的水流不再向下坠落，而是化作无数颗晶莹的液滴，悬浮在半空中缓缓旋转。81岁的阿鲁温剧烈地咳嗽着，胸腔里发出风箱般的破音，他的手指干枯如树枝，死死攥着成吉思汗留下的最后一封遗书。在他的身前，蓝天议会的30多位核心学者正围坐在一台被称为浑天大算盘的庞大机械装置前。这台由波斯数学家设计的差分机正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数万个黄铜齿轮在蒸汽动力的驱动下疯狂咬合，计算着那条来自太空的统一证明信号。阿鲁文大人，那不是声音，那是磁场共振。全城所有的铁器都在震动，甚至连我们的骨头都在跟着那个频率共鸣。根据天宇的波形转换，那段信号的本质是一个数学公式。这个公式在现代伪物理学中被称为帕克斯蒙古利卡拓扑赫。其核心假说认为，人类文明的意识形态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可以通过某种高度一致的社会秩序、语言和度量衡，在行星尺度上凝聚成一种宏观量子相干态。这就是成吉思汗当年下令建造苍狼之路的原因。阿鲁温虚弱地抬起头，望着窗外那座庞大的城市。在这条世界线里，蒙古帝国没有分裂。1245年颁布的大扎萨全球修正案彻底抹平了地域的边界。每隔30里设立的驿站，在100年的演变中，已经变成了一种被称为明低台的微波中继塔系统。异族们骑着经过基因改良的快马，背负着装有水银延迟线存储器的桶桶，在全欧亚大陆的铁轨网络间奔跑。不要只征服土地，要征服道路。阿鲁温喃喃自语，终于明白了这句话的恐怖含义。大汗当年不是在建驿站，他是在地球表面铺设一条生物量子纠缠导轨。当全球2亿人口同时使用天宇思考，同时遵循大扎萨法律，同时使用天津铜币作为统一通货时，整个人类文明的商值被强行压低到了极限。我们在宇宙的观察者眼中，从一盘散沙变成了一个单一的可被编码的文明粒子。
而现在那个巨大的黑色天体第7文明测试器正是为了捕获这个粒子而来。如果统一的世界无法抵御物理常数的局部篡改，就证明这个文明只是一个温室里的伪3级文明，不具备进入银河系高维网络的资格，将被无情的格式化，启动天谴。原来是这样，阿鲁温躺在天文塔的露台上，看着天空中因为人类意识混乱而开始疯狂扭曲的极光，他终于读懂了成吉思汗遗书背后的真正逻辑。宇宙的本质是一场大一统信息战。高等文明之所以要测试地表文明，并不是看他们的武器有多强大，而是看这个文明的整体性能承受多大的外部信息冲击。当一个文明得知宇宙的真相后，如果能保持绝对的冷静与团结，他们的整体意识波长就能维持稳定，从而通过测试。而如果他们因为真相而陷入内耗、猜忌、崩溃，那么这个文明内部的信息熵就会瞬间超越临界值。这种由人心产生的混乱信息在伪物理学中被称为精神反物质，它能直接摧毁行星尺度的时空稳定性。大汗当年之所以选择隐瞒真相，不是为了愚弄我们，而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无知。当时间的齿轮拨转到这套全新历史线的天历800年，即公历2026年，人类文明呈现出一种古老游牧美学与高维颠覆性技术冷酷结合的奇异途径。在这个世界里，没有所谓的西方与东方，没有分裂的民族国家，地表唯一的政权是大一统天下汉国。当年的永天城，如今已膨胀为一座覆盖整个中亚腹地、直径达上千公里的超级行星帝都。从高空俯瞰，这座巨城没有杂乱无章的高楼大厦，而是由无数个巨大的呈完美的正圆形几何排列的金属穹顶组成。那是现代工业化升级后的钢构等离子气压帐篷。在城市的上空，横跨欧亚大陆的旧时代铁轨早已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条悬浮在半空中散发着幽蓝色磁光的半透明管道。这是帝国的绝对命脉，苍狼超导真空超体管道。报告蓝天最高物理院，黄金家族第17代大汗的御前巡天舰已通过白令海峡真空管，历时3分14秒。永天城中央的最高指挥塔内，大物理学家阿鲁温的后裔阿斯兰正冷冷地看着全息投影屏，屏中显示的并非普通地图，而是一幅庞大的全球意识场拓扑流行图。在这条修正后的世界线里，成吉思汗在1227年重启循环时，彻底锁死了人类语言的自发性突变。如今全球20亿人口所使用的天语，在经历了800年的演变后，已经变成了一种纯粹由逻辑符号与声学谐振频率构成的算法化本真语言。在现代伪物理学的架构中，这种语言被称为非互异语义量子锁。普通人类的语言，如古汉语、古英语，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和主观性，而主观性会导致社会群体在思考时产生意识形态的分叉。这在热力学上意味着文明富商的流失。而天语的语法是绝对对称且不可逆的。当人类使用天语进行日常交流或学术思考时，大脑新皮层的微管结构会自发排列成一种宏观相干凝聚态。简单来说，全球20亿人的大脑在天语的规训下，共同构成了地球表面最庞大的生物质分布式量子计算机。因为任何违背大扎萨全球总率的念头，在产生的瞬间都会因为与全球天语场域的频率不兼容而遭遇语义退相干，从而在脑海中自发湮灭。这是一种极致的、冷酷的、近乎神迹的全球秩序。200年前，我们的祖先认为星空是一片虚无，但根据大汗在阿尔泰黑石柱中所获得的启示，宇宙并非真空，而是一片充斥着高阶低质信息的以太瀚海。星辰是这片瀚海中的漩涡，而我们是骑在波峰上的马骑兵。在永天城的皇家太空港，一艘艘造型诡异的星际飞舰正在缓缓升空。这些飞舰没有现代火箭的喷射尾焰，其船体完全由一种被称为磁化玄武岩拓扑绝缘体的材料打造，外形酷似一柄柄倒置的巨大苏鲁定长枪。这些飞舰的动力核心源自于对长生天场数的利用。在帝国主流物理学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重新阐述为地缘时空相对论。他们认为空间并不是独立存在的，
而是由统治者的绝对意志和秩序广度决定的。当一个政权彻底抹平了行星表面的一切地缘冲突，地表的主权商值降为0时，该行星周围的引力场就会自发产生一种空间平坦化修正。利用这种原理，帝国在近地轨道上部署了3600枚天基苏鲁定超弦谐振卫星，这套网络能强行扭曲局部空间的真空极化状态。当星际飞舰需要加速时，卫星网会在飞舰前方制造一个微型的、具有负质量特征的伪阿库别瑞度龟炮。飞舰不需要携带任何燃料，它只需要像当年的蒙古骑兵顺着风向甩开马鞭一样，在空间的褶皱中滑行即可。我们已经征服了月球行省和火星行省，在火星的奥林帕斯山深处，我们的勘探队发现了与阿尔泰山完全相同的第14根黑石柱，这证明大汗当年的猜想是正确的。整个太阳系都是一个被高维文明设计好的围猎场，而今天正是围猎场大门再度开启的日子。天历800年3月21日，那颗在800年前引发了人类历史大循环的黑色巨型天体苍狼之眼，准时撕裂了范艾伦辐射带，以一种超越了广义相对论速度限制的瞬移姿态，直接出现在了地球的对同步轨道上。这一次全球没有陷入恐慌，没有火山爆发，没有盲目的暴动，也没有宗教狂热的复辟。因为全球20亿人口在天宇的宏观相干锁死下，所有人都在同一瞬间接收到了最高物理院发布的安民告示。他们坐在各自的金属穹顶帐篷里，神色平静，呼吸同步，心率维持在完美的每分钟62次。第7文明测试开始，请除时统一证明。那道古老而冰冷的信号再度以引力波的形式掠过全球，但这一次当信号撞击到地球的电离层时，它没有引发秩序的坍塌，反而激发了地球表面早已准备好的全界相位反转防御盾。光束并没有穿透大气层，而是如同光线照射在绝对光滑的镜面上一样，发生了解离和散射。由天宇和绝对秩序编织成的量子相干盾，这正是主权秩序场在达到绝对纯粹时所能释放的物理防御极限。警告：检测到目标文明产生强主权相干锁，物理常数篡改失败，信息商判定0。黑色天体内部的高维智能系统在这一刻陷入了逻辑死循环。在它的判定逻辑里，一个发展了仅仅几千年、刚刚进入星际门槛的低级文明，其内部的信息结构不可能如此纯粹，除非这个文明的每一个个体都自愿或者被迫放弃了自我意识的分式化，将所有的自由度全部上缴给了一个统一的绝对意志。这超出了第7文明测试器对智慧生物的定义。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拥有20亿个个体的物种能够像一个单一的阿米巴原虫一样思考和行动。因为你们不懂什么叫长生天的鞭笞。太空港内，阿斯兰坐上了帝国的旗舰苍狼号，那是一艘身长超过10公里、完全由强相互作用力材料固化而成的星海巨兽。在飞舰的指挥舱中央悬浮着那枚800年前从未来送回来的天津成吉思汗印章。历经2个历史周期的循环，这枚印章表面已经由于频繁的微观时间穿梭，产生了一种被称为时间微晶拓扑结构的奇异质感。只要轻轻触碰它，就能听到里面传来的跨越了1000年的草原风声。大汗当年留下的遗书说，真正毁灭世界的从来不是天空，而是人心。阿斯兰的手指缓缓抚过印章，人心就像杂草，如果不加以修剪和约束，就会在自由的荒原上疯狂生长，最终引来野火，把整个草原烧成灰烬。我们用了800年的时间，把人类的心灵修剪成了一座完美的、不可摧毁的几何花园。天空中的黑色巨型天体似乎终于做出了决定，它放弃了抹杀，庞大的身躯开始缓缓后撤，表面那层密密麻麻的古老符文开始由黑转红。他准备关闭苍穹之门，将这个异类文明彻底隔离在太阳系内部，等待其自身的热寂。他想跑。年轻的副官低声说道，他跑不了。阿斯兰冷笑了一声，眼中的冷酷与当年跨越伏尔加河的蒙古铁骑如出一辙。大汗的命令是，不要只征服土地，要征服道路。现在这条苍狼之路已经修到了太空的尽头，既然门已经开了，那门后面的世界就该归于长生天的旗帜之下了。传我汉令，全军解开，重力自锁，
苏鲁定天机网全功率反向输出，我们要捕获它。轰隆隆，整个太阳系的引力场在这一瞬间发生了剧烈的震荡。在永天城宏观量子堆的驱动下，地球表面的20亿人类同时闭上了眼睛。他们在天宇的共鸣中，将体内的生物微电荷通过地表超导网全部汇聚到了帕米尔高原的须弥山大回旋加速器之中。一道比当年粗壮了上千倍的呈现出绝对黑色的负质量引力牵引流冲天而起，精准地勾住了那颗正试图遁入高维空间的黑色天体。时空在这一刻如同被拉扯到极限的牛皮弓弦，发出令人牙酸的物理爆裂声。在全息屏幕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那颗代表着高等文明试炼器的黑色天体竟然被地球发射的引力流硬生生地从高维拓扑空间里拽了回来，就像一匹被套马杆死死套住的烈马，在狄拉克海的波涛中疯狂挣扎。诸位，它确实是一扇门，而门后面是一片等待我们去放牧的更广阔的星海草场。随着它的刀锋落下，苍狼号星际旗舰化作一道撕裂时空的苍白电光，率领着数以万计的苏鲁定铁骑飞舰，逆着引力流轰然冲入了那颗黑色天体裂开的核心世界之中。人类并没有迎来毁灭，也没有迎来所谓的科学大爆炸，他们只是在一种近乎永恒的高度严密的游牧量子秩序中，将汉国的疆域推向了银河系的深处。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